Well, when you have a dream about something exciting that you feel like you'd love to do, but when it has risks, I think it's just so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look really honestly at what the fears really are all about. And this was true for me when I was leaving my job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start IJM. I thought it was a tremendous idea to meet a need to protect the poor from violence, and there didn't seem to be anybody doing that. And so starting IJM, I thought was a great idea. And I could have said I was fearful of leaving my job, or how am I going to take care of my family, and all those would have been really noble and respectable risks, right? And I could have presented that as the thing I was afraid of, and then I could just not do this startup, and everybody would think, well, that's totally prudent and wise. But when I was honest with myself, what I found that what I really was just afraid of looking like a failure, of having my big idea and it turning out to be a total bomb. And that fear of just looking like a loser, when I identified it for what it was, I could say, well, I don't want that to be the reason not to pursue my dream. And so I was able to confront it, to overcome it, and I'm so glad that God gave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tart IJM. And I'm so thankful that I had some insight, I think, from His Spirit about what I was really afraid of, and His encouragement to not. 各位伙伴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有劲365，让你天天更有劲。我是金老师。我记得在不久之前，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我在去年接了这个全球领袖峰会的这个主持人的时候，我觉得做得还不错，因此得到蛮好的口碑。今年再次得到大会的邀请，可是今年他给我一个更大的挑战。他说你不但要主持，还要成为2个主场的讲员。你第一个你要讲一个中文的主场，然后同样的内容要再用英文再讲一次。我顿然陷入一个天人的交战。我去年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只要今年继续这样做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失败的一些原因可能在这里面。可如果我今天去做了这2场的主讲了以后，那可能我会全军覆没。在这里面我陷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愁思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小朋友跟一个妈妈在旁边。这个小朋友正在学习走路，妈妈就说女儿你就往这边走过来吧。这女儿高高兴兴的边走边叠跤，她边叠跤的时候，她还很高兴的爬起来往妈妈那里去走。我那时候恍然大悟，我想说原来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？我就是害怕我自己失败，害怕别人看我说金老师你怎么会能做成这样子不好的事情呢？我就是害怕别人对我的眼光。我看这个小 baby， 我看他走路的时候，他一点都没有害怕他跌跤的时候会产生人家对他什么样的想法，对他有什么样子的后果啊。我们的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因此在今天这个Gary Haugen 所教导的探寻恐惧的源头里面，我们第一个关键是什么？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。我们一切的害怕失败的都是一些借口。我们甚至有没有回去看看自己真挚，说我拒绝的这个真正的挑战原因是什么？其实是不是我们就是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失败者呢？因此第2个关键字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是否是一个搞砸的失败者呢？其实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最成功的人都是失败者，越成功的人失败的次数越多。像爱迪生创造这个他发明灯泡的时候，他试了2000多次的心锐，他到最后他才成功。因此你在任何地方看到成功的人，你只是没有看到他们失败的次数而已。因此没有什么一点都不是一个羞辱，当你成为一个搞砸的失败者。唯有把这个搞砸的失败者自己勇敢的承担起来，跟自己讲说，别人看我关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，而是我越失败我怎么站起来，那才是重要。就像这个小女生一样，她不断的在跌跤当中站起来，跌跤当中站起来。当她不断的越来越站起来的时候，她的走路就越来越走得越好，她的生命也越来越强壮，她的信心也越来越足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她在这里面也越来越得到生命的成长。因此今天的小小的挑战里面，我鼓励各位的这个伙伴们，我们今天找一个自己真正不敢面对的一个挑战。
我们仔细安静下来，面对自己，看看你到底有哪一些借口，还是你就是害怕成为别人看待你成为一个失败者。第二个，你跟你自己讲说，成为一个失败者没有什么可耻的，每个人都会失败，反而失败是成功的妈妈。你越失败的时候，你越跌跤的时候，你生命才越可贵，你越来越强壮，你才能达到那成功的未来。在这里面，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亲爱的伙伴们，欢迎你接受我们今天的挑战。如果今天的信息对你有感动的话，欢迎你把这个信息分享出去。唯有这世界更多的失败者不断的在跌跤，不担忧别人对他的看法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成为那下一个成功者。如果你分享出去的话，这世界会变得更好。欢迎我们每个人都在跌跤当中，就像这小 baby 一样，在跌倒当中不断能站起来，勇敢的站起来，不要担忧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知道说他也是失败者，我也是失败者，可是我们站起来以后，我们都是成功者。让我们一起在每一次失败当中勇敢的站起来，改变自己，用生命来触动生命。